奇闻不知何处寻，密谈方知在此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最近2年，网上讲阿南德预言视频的博主很多，但对于他的出身和印度占星术的讲解并不多。今天我们先大概讲一下阿南德的来历和他所用的吠陀占星术，让朋友们对这些内容有些了解之后，再来讲他的最新一期视频。点点关注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阿南德和吠陀占星术，印度神童全名叫阿比吉亚·阿南德，2006年出生在印度西南部一个叫斯特里朗格阿帕特塔纳的一个小城镇里，今年15岁。他虽然是个少年，却是一名职业的占星师。占星术是指专门通过天体运动以及天体的相对位置来预测国家、组织甚至个人的命运。这种技术的理论的根本是说，我们是生活在宇宙中，宇宙中的所有变化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，影响最大的是天体运动，所以看天体运动就能知道我们的秘密，这是一种因果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知道了天体运动或者宇宙万物运行方式的话，就能推导出很多事情，包括我们的命运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占星术和科学一样没有什么区别，它是古代的一种科学。占星术历史非常悠久，从最早的苏美文明就已经有了，而且世界上最早的几个古文明都有各地的占星术体系，同时也发展出了很多分支流派。现在的主要流派就有10几个，而阿南德使用的古印度占星术又叫做吠陀占星术。吠陀的意思是知识、启示，还有经的意思。印度最古老的一本书叫《离句吠陀》，这个古印度占星术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占星术和一般的预言或者其他类别的占星最大区别在于，占星术特别具体，就是它预言的内容必须是具体的，不能是一个方向性的，所以通常占星术预言都会有具体的时间或者日期，不是说未来会怎样就完了，一定要说清楚是哪年哪月，甚至是哪日发生的这个事情，不说出时间就不是真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占星术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仅仅要预测未来，还要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提供出解决方案。比如说最古老的占星术是能够改变未来的，这点和其他的预言和占星都不一样，它是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改变。但话说回来了，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已经改变了嘛。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是占星师自己想出来的，而是在印度的其他经书里有和这个相关的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。这个有点类似于开卷考试，但区别在于答案可能很好找，但可能看不懂题，或者可能会看错题，那么找到的答案也就是错的了。阿南德对占星术的理解超出常人，很小的时候他对天体运动的理解就已经很深了，曾经得过印度好几个大奖，其中有一个叫神童奖，还有一个是南方之星奖。想想看，印度整个南方的希望呢？2022年1月2号，元旦刚过去1天，阿南德发布了最新视频，主要讲的还是全世界都关心的话题——新冠病毒和奥密克戎变种。在视频中，阿南德说有很多朋友都私信他，让他细致阐述一下这个话题。虽然在他之前的视频中已经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，但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，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，所以决定单独出一期视频来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。阿南德说，奥密克戎确实给大众带来了很多恐惧，它让人们感觉到疫情正在加剧的变坏，所以来解释一下所有的情况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奥密克戎变种的情况。2021年11月24号，奥密克戎第一次在南非被发现，然后报告到了世界卫生组织。巧合的是，这个时间和木星进入水瓶座的时间非常接近，一个是24号发现并上报，而木星进入水瓶座的时间是21号。阿南德说，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短期来看是非常危险的，但长期来看却是好事。奥密克戎变种构成的危险不仅仅是病毒本身，
而是各个国家对他制定的社交活动政策，短期内会对经济造成危害，但政府是为了长期利益考虑的。在阿南德之前的视频中讲过，2021年12月10号到2022年5月这段时间是非常不好的时间段。另外也有提到过，从2021年12月的第2周开始，将会有很大的一波疫情，它将会影响到很多国家。在2021年的1月份和4月份的视频中提到过，疫情已经在2021年11月21号开始，在无形之中默默地恢复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新冠病毒其实就是在逐渐变弱的。虽然奥密克戎的新增病例很多，但是死亡相对较少，因为它的死亡率是比较低的。在很多地区，相对较其他新冠的病例，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已经降低了很多。当然，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，有的地区其实更低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它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。新冠病毒开始逐渐变弱，但是从短期来看，现在依然还处于非常危险的阶段。阿南德说，当然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是非常岌岌可危的。这个阶段是卡拉萨帕瑜伽，就是7大行星进入月亮的北焦点和南焦点之间的这个天文现象。有非常多的危险事件，在一些影响很严重的地方，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国、欧洲等地区的数据激增。从2021年12月的第2周开始，美国感染数据又创新高，很多欧洲国家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况，比如说以色列已经进入第4加强针的阶段了。除了新冠病毒，他们还面临着很多其他病毒的影响，比如说感冒。这些突发案例，很多的地区都在经历着一个新的阶段，这个阶段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，无论是做生意的商家还是普通上班的白领都是很困难，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回归到正常生活的希望看来又要被延后了。而未来的4个月甚至是5个月将会更加的危险和艰难。阿南德说，这波疫情不会那么快消退，不会像第2波疫情一样那么快消退。虽然人们希望和第2波一样，目前这波疫情会在2022年5月以后才开始慢慢消退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短期是危险的，长期是很乐观的。短期来看，奥密克戎的肆虐会造成数据激增，但致死率会下降，一些地区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。阿南德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数据，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。目前正处于第4波疫情之中，非洲前3周的汇报数据是3000人死亡，这个数字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，是第3波德尔塔病毒同期死亡人数的一半。让我们看看美国，美国上报的每日死亡人数数据是1000多例，这和非洲一共3000左右的死亡人数相比要多得多。而美国的人口和非洲的人口相比又是比较少的，非洲是12亿，美国是3.2亿，这个数字对比下来，美国的情况非常不乐观。美国人民被他们的政府耍了，从数字来看已经非常明显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奥密克戎短期是危险的，长期是乐观的。阿南德说，这些病例激增的地区，下一阶段经济会非常危险，自然环境也一样如此。这种情况会持续到2022年5月，这种经济上的麻烦会在5月份以后慢慢的稳步恢复，这种恢复会在全球发生。在2022年4月到5月，疫情的发展会有3个阶段。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，病毒会迅速扩散，也会有大量新的问题产生。阿南德说，在之前的视频他曾经预测过2022年3月至4月，影响会持续加强，并且会引起更多的灾害，可能会有大量的新增感染者住院，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。另外，经济也可能会出现问题，还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发生在这个阶段的这些事件都会非常的独特，非常的强大。2022年5月以后，疫情开始稳定下来，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慢慢恢复，尤其是经济上。但阿南德同时强调，这里并不是说疫情的结束，在2023年4月以前，我们都会看到疫情会持续，人们会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遭受到巨大打击。
而这种打击是非常坏的情况。当疫情结束后，我们会迎来比疫情之前更加美好的日子。未来20年会是发展非常快、非常快的20年，任何事情发展都非常快。在视频的最后，阿南德做了个总结：奥密克戎在短期内非常危险，但它将会是新冠疫情结束的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它会替换掉其他的变种病毒。奥密克戎感染的反应很温和，这些我们已经看到了。这又一次证明了形象的正确。2023年4月前，也许会有其他的变异毒株出现，但我们不用担心，新冠疫情将会迅速的消退。以上就是阿南德2022年1月2号的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中最关键的2个时间点，一是2022年5月开始，疫情会开始逐渐恢复，人们的生活渐渐恢复到正常；二是2023年4月份，疫情会绝对恢复，到时一切回到疫情前，而接下来就会迎来20年的人类黄金发展时间。阿南德的观点还是有很多争议的，但从我个人来看，还是非常希望他这次视频中讲的内容能够应验，希望疫情快些过去，所有的朋友都能尽快的从疫情阴影中摆脱出来，去迎接全新的20年黄金发展时代。